乌军反攻大捷，勇夺9地，俄多名高阶军官丧命。炸毁俄军集结点，瓦格纳残被召回。巴赫穆特 2.0 一触即发。加拿大军援价值20亿，波兰联合作战计划开始。俄军秘密基地意外曝光，乌导弹升级威力惊人。乌联轰俄腹地，弹药库大爆炸，3大炼油厂被袭。欧洲多地惊现俄无人机，北约空警拦截米格31，黑海局势再度紧绷。2025年9月19日是俄乌战争进入第1304天。乌克兰总参公布的最新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双方在前线共爆发172次战斗，乌军声称歼敌1150人。最新消息显示，乌军接连击毙了多名俄军军官，其中包括中校阿扎马特、巴迪里特诺夫、上尉瓦列里、瓦斯列夫、高级中尉尤里、米赫耶夫等6名高官。另外，乌军第425独立突击团当日宣布，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俘获17名俄军士兵。同时，前线发现一支渗透进城的俄军小组，总参直属铁木尔特种部队的分队已将其剿灭，并俘获1名士兵。日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总司令瑟尔斯基前往波克罗夫斯克方向前线，看望第7空降军、第79和第82空突旅官兵，并为他们的战绩颁奖。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上表示，乌军正在多布罗波利亚轴线展开一轮重要反攻，歼敌2500余人，其中1300多人当场阵亡。莫斯科方面尚未回应，此前则一直否认波克罗夫斯克方向遭受重大挫折。乌方消息人士透露，乌军已在多布罗波利亚突出部西部的潘基夫卡建立新的据点，占据关键地段。西方军事分析指出，如果乌军能继续推进，有望切断俄军北部布给线。乌突击部队负责人瓦伦京曼科表示，他们已在该区域构筑3道包围圈，未来可能进一步压缩俄军生存空间。据悉，此次反攻前，乌军进行了充分准备，前线部队轮换上阵，补充武器装备和弹药，加强情报侦察，并在总参谋部与英美军事顾问团的指导下，制定了精密作战方案。约7个机械化步兵旅和突击旅，共3万余名官兵参与作战，在总司令瑟尔斯基的亲自指挥下，对俄军发起迅猛反击。乌军高效的反击让俄军措手不及，造成俄军人员和装备损失重大。据悉，波克罗夫斯克地区曾是俄乌双方争夺的焦点，俄军在此集结约10万兵力，但被乌军有效遏制，战略形势逆转。泽连斯基透露，仅过去数周内，俄军损失超过2500人，其中1300余人被击毙，乌军俘虏约100名俄军士兵。据图片报报道，截至目前，乌军已完全收复约160平方公里土地，另有170余平方公里正在清理中，夺回7个定居点，另外9个定居点的战斗仍在进行中。在别尔哥罗德和库尔斯克地区，乌军牢牢守住已占据的阵地，持续摧毁俄军装备、人员及补给线，形成对前线俄军的高压打击。在苏梅方向，乌军在安德烈卡和尤纳基夫卡附近加大攻势，动用无人机扰乱萨德基和奥列克谢夫卡附近俄军补给线，迫使俄军被动轮换第810海军陆战队旅，并调入第30摩步团，试图阻止局势恶化，但效果有限。现场画面显示，车队遭袭后猛烈爆炸，火光冲天。稍早，乌克兰使用海马斯系统摧毁了俄军一个机动部队集结点。在库皮扬斯克战线，俄军试图通过地下管道渗入城内，但被乌克兰部队抓获并逐一审讯，从中获取了更多关于俄方部署的信息。事实表明，钻地道并未能改变俄军的被动局面。一名代号北风的俘虏供述，他们被分成10人小组进入天然气管道，先用踏板车前进8公里，再换手推车搬运物资，如若拒绝执行命令，将被现场枪决。在恰西夫亚尔方向，乌军坚守阵地并展开反攻，夺回部分区域。斯瓦托夫方向，第3军猛攻西哈伊利夫卡以北俄军阵地，将对方驱逐出重要阵地。乌克兰军方日前发布了一则引人注目的战报，
乌克兰情报局在扎波罗热沃斯克列先卡村附近展开了一次秘密行动。当时，俄军第35级团军指挥部在此驻扎，乌军纵火焚烧柴草，大火与浓烟迅速侵入房间和掩体，导致多名俄军军官窒息身亡。经过确认，共有18名俄军技术军官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其中包括导弹炮兵部参谋长伊利亚·马霍京、作战规划主管鲁斯兰·西加布特迪诺夫上校、电子战局副局长阿列克谢·科尔索夫等高级军官。这起事件对第35级团军而言，无异于沈重打击。据推测，行动发生在夜间，当时军官们多在睡眠中，浓烟与一氧化碳在封闭空间内迅速累积，使他们失去知觉。类似情景在过去烧蜂窝煤取暖时代并非罕见，当空气中一氧化碳浓度达到约 1.3% 时，人吸入数口就会昏迷，10余分钟大即可致命。第35级团军隶属于俄东部军区，总部位于阿穆尔州别洛戈尔斯克，原本是2线部队，兵力约 1.1万人。战争爆发后，他多次被抽调至乌克兰前线，战绩颇为坎坷，从伊久姆到哈尔科夫屡遭乌军重创，甚至连原司令官桑切克中将也阵亡。在扎波罗热地区，乌军方面传出人事消息，年仅26岁的指挥官马克西姆·达尼尔丘克被任命为第47机械化旅旅长。这支部队是乌军5大王牌部队之一。达尼尔丘克曾因作战功勋被授予乌克兰英雄称号并晋升上校，被视为乌军破格用人的代表。另外，瓦格纳集团残部悄然重生，同时原本部署在非洲的兵团被紧急调回前线，外界猜测巴赫穆特 2.0 战役可能即将打响。瓦格纳集团自2014年起活跃于多场关键战役，尤其在巴赫穆特表现突出。但自2023年普里戈任身亡事件后，瓦格纳一度陷入低潮。近期卫星图像显示，大约2000名疑似瓦格纳雇佣兵正携带先进武器穿越白俄罗斯边境返回战场，为俄军注入经验丰富的作战力量。与此同时，非洲兵团也被紧急调回。这支原由瓦格纳成员组成、长期驻非洲保护俄罗斯利益的部队，将与瓦格纳残部及俄军正规部队协同作战，可能在关键战场形成合力。战略上，这显示俄罗斯有意集中优势兵力发动大规模攻势，尤其是在巴赫穆特及其周边区域。巴赫穆特作为乌军在顿巴斯地区的关键据点，其地理和战略意义不容小觑。瓦格纳残部和非洲兵团的回归将对乌军施加巨大压力，迫使乌方在防御部署、兵力调动和向西方求援方面做出反应。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注，美国及盟友批评俄罗斯的军事调动升级冲突，同时承诺继续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俄罗斯则坚持其行动是出于自身安全需要，是对乌方挑衅的回应。近期，多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持续加码，凸显西方阵营在俄乌冲突中的战略协调与支持力度。加拿大宣布将在今年年底前向乌克兰交付50辆 ACSV Super Bison 装甲运兵车，用于增强乌军机动防御能力。ACSV Super Bison 基于成熟的 Live 6.0 轻型装甲车平台，具备出色越野性能和防护能力，可抵御轻武器攻击，并以最高时速100公里运送多名士兵，显著提升乌军在战场上的机动性和生存能力。此次援助是加拿大更大军事计划的一部分，总价值超过20亿加元，涵盖多个方面，其中 8.35 亿加元用于先进医疗设备、弹药和侦察无人机，保障乌军持续作战与伤员救治； 6.8 亿加元用于采购北约优先清单防空系统，提升对俄空袭的应对能力； 2.2 亿加元投向无人机、反无人机系统及电子战设备，并推进乌加联合研发。1.65 亿加元用于多国军事合作联盟，强化盟国间协调配合。加拿大自2023年起，已多次向乌提供包括豹 2A4 坦克、轻型装甲车及飞行模拟器等装备。此次援助兼具战略、政治与外交意义，有助于巩固盟国关系并提升国际影响力。近日，美国川普政府首度启用由北约盟友出资的对乌克兰军援机制，透过新设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从美国库存中提供总额最高达10亿美元的武器。
这标志着华府与欧洲盟友重启跨大西洋合作，目标最终为基辅筹措高达100亿美元的军援。路透社报道称，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政府已核准首批武器援助方案，并可能很快运往基辅。这次援助不同于以往单纯出售或捐赠，由北约成员国提供资金，美方再从自身库存中提取武器供应乌克兰，实现联合筹措与供应。美国国防部政策次长科伯吉批准了最多2笔每笔5亿美元的军援计划。消息人士指出，尽管尚未公布具体武器清单，但援助中包含防空系统，满足乌克兰在面对俄方无人机与导弹袭击下的迫切防空需求。专家分析，乌克兰当前需求仍集中在防空系统、拦截器、作战系统、火箭及火炮等领域。Pro 机制已通过五角大楼政策部门审核，正在逐步推进。消息人士称，这正是乌克兰此前反复要求的机制，多项关键装备正是依靠这些供应，使乌军能够在前线稳住阵地。与此同时，乌克兰国内与其他盟友也在提供物资与技术支持。乌克兰真理报消息称，波洛申科基金会近期向前线捐助价值105万美元的装备，包括光纤无人机、框架式电子战设备、挖掘机、装甲医疗车及阿司匹林无人机探测器等。爱尔兰则在9月18日向乌克兰交付34辆步兵战车和排雷机器人，同时提供救护车、货车及民用车辆，总计人道援助与非致命防御物资累计达4.2亿美元。美国依据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向乌出售的首批军备价值10亿美元，包括海马斯火箭弹和爱国者防空导弹，其余物资仍在运送途中。在军事与战场态势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8日表示，目前约有70万俄军部署在战场接触线附近。分析人士指出，这批部队整体素质与2022年初开战时相比明显下降，更多是临时拼凑的兵员，而非正规军。另一方面，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克西尼亚克·卡梅同日访问基辅，与乌克兰国防部签署乌波无人机联合作战小组协议。该合作聚焦技术与资金支持，由乌克兰负责培训波兰人员及推动无人机研发，波兰则提供资金促进生产与技术升级。欧洲近期推出的1500亿欧元 SAFE 防卫贷款计划中，波兰申请额度最高，达437亿欧元，实现与乌克兰的优势互补。在外交层面，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莫斯科愿在尊重自身利益的前提下，与各方就解决乌克兰危机展开妥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回应称，乌军已准备好停火，但会谈地点绝不能设在莫斯科。这一系列援助与外交动态显示，多国正通过军事、技术及资金支持乌克兰，同时推动战场和谈判筹码的平衡。尽管援助将提升乌军的防护和机动能力，但俄乌冲突的僵持态势短期内仍难以根本改变。在俄乌战争持续紧张的背景下，俄罗斯士兵在多个前线节节败退之际，俄罗斯知名电视主持人索洛维约夫近日在节目中意外暴露了关键军事情报。节目画面未经处理，无意中泄露了俄罗斯国防部高度机密的无人机单位 Rubicon 的具体位置，成为乌克兰潜在打击的重要情报来源。通过画面细节比对，这个无人机单位实际上隐藏在莫斯科库宾卡爱国者公园综合楼南部地 C 厅一带。这座设施既是军事博物馆，也是主题园区，其独特的标识牌、支柱和内部布置与节目背景完全吻合，从而被精准锁定。这一意外泄露引发外界猜测，乌军未来可能将其列入打击清单，不排除会动用火烈鸟巡航导弹对该设施实施远程打击。在无人机拦截战术上，双方都在尝试非常规方案。俄军仿效乌克兰，组建了一支小型空中部队，专门击落低空无人机，使用雅克52、雅克18T 等活塞动力教练机，并计划加装炮塔和机枪，以提升命中率。乌克兰方面早在战争初期就用教练机执行类似任务。第11陆航团副团长利哈乔夫表示，他们的雅克52已完成约300次战斗飞行，成功击落近60架俄无人机，占俄军发射总量约10%。不过，
乌克兰教练机几乎未进行专业改装，缺乏光电瞄准设备，飞行员需靠地面无线电引导接近目标，由后座人员用步枪在60至90米范围内拦截。这种近距离操作极为危险，因为俄军自杀式无人机通常搭载约90公斤战斗部及燃料，一旦被击中引爆，冲击波和破片威力巨大，曾在敖德萨造成拦截者殉职。军事观察人士建议，为降低风险，乌克兰可为教练机加装大口径机枪或机枪吊舱，俄方也已在考虑类似改装。分析指出，乌军在这一领域的改装行动相对迟缓，既受资源与流程限制，也反映了战时创新机制上的体制掣肘。值得关注的是，乌克兰本土无人机制造商 Deviro 日前发布了布拉瓦巡飞弹药的全新升级型号。新型布拉瓦最大射程从60公里提升至100公里，弹头重量从 3.6 公斤增至5公斤，破坏力更强。导弹整体长度增加约7厘米，并配备新一代热成像设备，可在复杂光照和天气条件下保持高精度打击能力。Deviro 表示，老型号仍将继续生产，与升级版并行量产，以满足不同作战需求。过去24小时，乌克兰对俄能源与军事设施的打击再次升级。在军事目标方面，乌军无人机袭击了卢甘斯克博赫达尼夫卡的俄军第17坦克团弹药库，引发持续爆炸，造成5辆弹药运输车被彻底摧毁，俄军损失惨重。此外，库尔斯克的俄军第810海军陆战旅补给基地、弹药库及武器存放点也遭乌军空袭，具体损失尚待核实。另外，9月18日，乌军接连袭击了3处大型炼油厂：萨拉托夫炼油厂、伏尔加格勒的卢克石油炼油厂，以及巴什科尔托斯坦境内俄气旗下的萨拉瓦特炼油厂。3厂年炼油总产能逾3000万吨，约占俄罗斯全国炼油能力的11%。据传，卢克石油炼油厂已全面停产。这家年产能达1570万吨的炼油企业，占俄罗斯全国炼油能力的5.6%，是俄罗斯南部最大炼油企业。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萨拉瓦特炼油厂距离乌克兰边境近1400公里，乌军击中其核心 ELOUAVT-4 原油处理系统，引发爆炸和火灾。当地官员称暂无人员伤亡。数据显示，过去45天，乌克兰已对17家俄罗斯大型炼油厂实施打击，其中多数企业完全或部分停工。萨拉托夫炼油厂受损情况尚不明朗，但外界普遍认为形势严峻。俄政府甚至屏蔽了相关卫星图像，以防外界评估损失。接连不断的袭击叠加农忙季节对燃料的高需求，使得俄罗斯多地加油站因不可抗力停业。圣彼得堡交易所数据显示，9月16日 A92 汽油销量较前一日骤降 21.7%，A95 汽油也下降 15.5%， 创下近2年新低。虽然当局要求部分面向出口的炼油厂转为内销，调整生产结构，但受零配件短缺和修复难度限制，抢修速度仍赶不上乌军袭击节奏。一些美国媒体在评论中呼吁乌克兰保持对俄能源基础设施的高压打击，避免让对方在冬季恢复产能，并建议集中力量对重点炼油厂实施密集攻击，以彻底摧毁关键装置，而非仅使其短暂停产。有分析称，若俄罗斯炼油产能受损比例升至 35%， 航空燃料供应将面临压力；若损失达到1半以上，前线依赖柴油和汽油的装备行动都将受到严重影响。目前已有迹象表明，一些俄军车辆和发电机不得不通过黑市采购汽油。与此同时，乌克兰也在对与俄军工业相关的设施出手。稍早，乌方无人机远程打击了位于比尔姆边疆区距乌克兰边境约1600公里的 Metaflex 化工厂。该厂是俄罗斯第2大有机合成生产企业，部分设备涉及炸药原料生产。据初步信息，尿素生产装置在袭击中受损，影响到氯胺、甲醇及4硝基木糖醇等关键化工原料的产能。波兰、罗马尼亚和拉脱维亚近日先后在海岸线上发现疑似俄罗斯无人机的残骸，引发区域安全担忧。拉脱维亚国防部长安德里斯·斯布鲁兹表示，
当地在波罗的海沿岸的文茨皮尔附近找到一架非洲局无人机的尾部残片，未发现爆炸物。目前正调查残骸是否与上周在波兰发现的同类碎片有关。这种型号外观与俄罗斯在对乌作战中使用的沙赫德无人机相似，常被用于消耗乌克兰的防空资源。拉脱维亚总理西利尼亚已要求国防和内政部门与波兰方面沟通，确认碎片来源。与此同时，爱沙尼亚19日通报称，3架俄罗斯米格31战斗机当天从范德鲁岛附近未经许可进入其领空，向塔林方向飞行约5海里，并盘旋约12分钟，随后被北约值班的意大利 F-35战机逼退。爱沙尼亚外长谴责这是俄方今年第4次侵犯其领空，形容此次举动前所未有的厚颜无耻。目前，莫斯科尚未对此作出回应。在防务领域，波兰宣布将以7.8亿美元向美国采购标枪防御系统及相关火箭装备，合同主要由 RTX 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承接。分析人士指出，俄乌战争使美国军工产业成为最大受益方，而临近俄罗斯的波兰、罗马尼亚等国正把安全置于首位，持续强化与北约的防务合作。此外，美国海军一架 P-8I 海神海上巡逻机近期出现在克赤海峡大桥以西约200公里，距离新罗西斯克海军基地100余公里的区域进行侦察飞行，显示黑海方向的军事动态依旧紧张。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